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美债不再适合长期投资。美联储呢，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打击降息预期。大家如果在听直播的过程当中，觉得哪一个内容对你有帮助，请随手帮我点一个赞，让我知道下一次为你准备什么内容。前一段时间呢，就我们上次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读者问我说美联储到底现在在纠结啥？我们再看这个最新的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降低利率呢，过晚呢可能会削弱经济。我们现在的利息是在高位嘛，高位就是资金会回笼，那就是没有放水的状态，会削弱经济。那如果呢过早呢，又可能会导致什么通胀？所以他纠结啥？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哦。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经济，还有是什么？是通胀。其实本质上就是在这两个当中去平衡嘛。现在在经济跟通胀这两个东西当中，现在美联储更在乎的是什么？从我个人感觉是通胀。为什么？他在后面其实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并不担心经济过热。我们看，这是他的新闻里面我们来给他详细分析。现在目前呢，他说就是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在通胀率进一步回到2%的目标以前，不会开始降息，他们仍然高度关注通胀风险。好了，那它进一步回到2%，那现在通胀到底是多少？我们看，这是美国的黄色的 CPI， 蓝色的是什么？是核心 CPI， 这两个一个在 3.9， 一个在3左右。所以呢，他们的目标如果是2的话，现在还不够，但是有所降低哦。你看这里是有所控制，有所降低，所以他们现在是仍然在高度关注通胀风险。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每一次在分析的时候都会反复强调，就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要看久远一点。像分析央行利率政策这种东西，尤其是到了这一轮，我们看的要更久，过去40年都不够，要看多少？要看80年。我们看，如果我们看过去80年，我们会发现什么？前面这一块是上行周期，这是下行周期。如果说这一轮开始走前面，而不是过去这40年呢，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块整个的这个图景？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分类？好，我们先分类这个前跟这个后。这个前是整体上升期，这个后呢是大周期的下行期，通胀的上升期跟下行期。我们看我们现在目前处于什么？是处于在降息的观察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停止加息，但是还没有降息，只是停止上涨，还没有往下降。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全部看一遍，看1953年，我们把它整个分成两个方向的话，我们可以分到前7轮跟后7轮，也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跟后面这一块跟下面这块我就不画了。好了，我们上下有什么区别？看上面呢，前7轮平均呢是9个月，要等9个月，就停止加息之后要等9个月之久，它才会开始降息。那后面这一部分是5个月左右。大家还要留意哦，前面这7轮当中，超过1年的等待期就有3次。看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在整个的这个上升期跟下降期里面，嵌套着这14轮，前面7轮加上后面7轮，这几轮是什么周期？是库存周期。你看这个时间嘛，这是53年，这是57年，基本上是3到4年嘛，其实就是3到4年的库存周期。所以本质上在整个这个上升期当中，里面嵌套的这一些小的弯弯路就是库存周期。我们中国股市走的也是库存周期。好了，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判断目前是利率上行的大周期呢？就是我们讲嘛，说假如说现在是走到这里了，情况不一样，凭什么判断是走到这里，而不是依然在后面这一块呢？就整个的下行期呢，对吧？你有什么证据？好，我们来看一下证据。首先呢，我们说
通胀呢对经济是很重要的，温和的通胀，如果通缩的话可能会损害经济。就是我们会发现在整体的这个下降周期当中啊，它加息的时候是很谨慎的，因为这个时候要保护通胀。你看上一轮加息顶点是这里，你后一轮如果超过它了，很有可能就会损伤经济。好，那么我们看从这一点，当正式进入下行周期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什么？它已经比上一轮提前了，说明什么？它已经不属于这个里面了，突破了下行趋势。第二个证据是什么？我们说它平衡的是什么？是经济跟通胀。我们来看经济数据，我们可以这么讲哈，这么去理解，就是说在前面的这一个大周期当中，它更看重的是通胀，在后面这个长期下行的过程当中，它更看重的是经济。怎么来证实哈？我们看啊，当我们用 PMI 来代表美国的经济周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荣枯线是50吧，这个红色的线是它降息的时候嘛，降息，然后降息，然后这里降息。它每次降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 PMI 刚好要穿过下行，要跌到荣枯线下面了，就是经济不行了。然后呢，你看哈，这个也是，这一个也是哦，这个也是，这一个也是，这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可是现在呢，经济早就已经在了这个荣枯线下面，但是它有没有降息？它没有，它不敢。为什么？因为这里呀，通胀在高位，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主要看经济来决定它的利率政策了哦。这个红色的线就是它的利率的政策，它是前面这里主要看通胀，后面这里主要看经济，但是到这一轮它没有看经济哦，它有看经济，但主要不是看经济，它看的还是什么？是通胀。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济跟这个红色美联储的利率来看的话，它跟前面40年都不一样哦，它现在已经在荣枯线之下了，可是依然还是。但是我们如果看前面这里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时候是跟目前这一轮的情况是一样的。问题又来了，如果说目前真的处于上行的大周期，我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我们看新闻里怎么讲哈。他说呢，央行还改变了之前声明中的措辞，为加息留下了空间。这句话吓人不吓人？我们现在在讨论降息哦，是在讨论这个降息的观察期嘛。他竟然给来了一句说，为加息留下了空间。美联储更广泛的提到了未来可能需要对其他利率政策做出的任何调整。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所以我们看新闻很懵，他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模棱两可。其实他每一句话都有含义哈。我们再往后把这个身子往后靠，用一个大的图像看这个历史。你们觉得这个图前面这一块跟后面这块有啥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形态上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觉得这儿特别乱，然后这儿特别工整？为啥？我们把这块放大看哈，把其中的一小块放大看，我们想象一下哈，现在目前已经降息了，已经降息下来了，然后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通胀又往上走，这已经降息了，发现什么？通胀又往上走，还没有下来。这一根虚线这里，通胀才是拐点。可是当有拐点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呢，过后才知道，因为它数据是滞后的嘛。通胀的波动啊，要比基本面的经济的波动要更大。你看这种是基本面的波动，基本上一个上行趋势、下行趋势，它通胀它很难控制。你认为它能够控制，可是你发现你降完息它还上去，它没有办法，它只能再升息，所以它不稳定，太重要了。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投美债的时候，很多特别是老外，他们喜欢怎么做？他们喜欢投国债，然后长期投，因为长期利率下行嘛，国债的价格跟利率是反向嘛，所以长期呢，虽然有这样的时候，有这样的时候，有这样的时候，可是没有关系，我拿你的利息，然后但长期呢，我还是会赚钱嘛，就是我不仅要拿你的利息，对吧？然后同时市场的价格呢，反正会波动，但是长期是上行。那这个价格它是根据什么波动？它是根据这个波动。为什么根据这个？因为
这个美联储它的利率直接影响着国债的利率。好了，这种波动我们可以接受哦，这种波动直接会影响着国债的波动，说明什么？未来做国债很难做，它的价格波动会非常大。这种波动有可能是过去40年我们没有见到的。那么有可能，我们讲有可能在短期的行情下，国债的波动要比我们过去经历的都要大。我们再看为什么美联储说了这么一句话，为加息留下空间。因为啥？因为它波动大，它不知道通胀最终到底会怎么走。我们看看目前现在通胀是什么状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就是运输费用，这个叫 BDI， 这是全球的这个海运的运输的价格。它影响什么？它也会影响着 CPI。 为什么？因为全球的这个商品价格是被它影响的。我们仔细观察，这个黄色的线呢是 CPI， 这个灰色的 K 线呢是这个 BDI， 灰色的线的顶端走在它前面，发现了吗？那么由于地缘政治啊，这里的位置已经上升了，可是在这里还没有，在 CPI 还没有表现。如果说按照它之前的给我们的提示，就是它会滞后表现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CPI 会拐头？有，没有人知道真正具体到底是会发生什么突发的事情。在全球商品的运输费用大幅度上涨之后，物价还会上涨。这一轮的运输费用上行在物价当中还没有体现。如果说这个在后面这个体现了，通胀有可能上升。在通胀上升的时候，不排除为加息留下空间。一旦加息，国债是不是就下行？这是国债的长期下行期，这是国债的长期上行期。很多人在过去这几十年主要都是投的国债哈，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很大概率就是国债的长期的这种行情已经过了，并不适合长期投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结论？美债波动比过去40年都要大哦。长期美债是下行的，并不再适合长期投资了。适合做什么？适合做波段。什么波段啊？库存周期的波段。就是为什么是库存周期的波段？因为库存周期是短周期，你这是一个长期的通胀上行的周期，你库存是这样。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去做国债，可是在这样的时候它的波动也不小。总之就是难度大，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黄金呢？黄金怎么做？我们在上一次的讲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降息观察期的时候，黄金可能会横着走，或者是稍有调整。但我们看什么？我们看一个大方向，就是我们这个黄色的线呢，我用的是 CRB， 不是黄金啊，因为黄金呢前面是绑定美元的，它不是浮动的，所以看不到前面的数据。那我们用 CRB 来代表黄金，因为它长期来看，黄金还是跟着整体商品市场走哈。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大周期当中，像国债，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国债？是因为在这样长期的下行当中，国债是上行的。那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时候投资要选择在通胀或者是说利率长期上行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上行的，虽然有波动，但它也是长期上行的，就是商品。所以我们一直讲说股债平衡，股债平衡在过去40年是可以用的，可是呢，天变了，世界变了，将来股商平衡可能更有用。我已经讲了1年了，但是很多人还是需要时间去吸收哈。所以呢，黄金目前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定投，或者是说长期定投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我个人认为，我们再看那美股呢这个我在美股圈子里面有发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高股息，就是美股的高股息的指数。它的周期性非常的清晰，这是一根长长下影线啊，长长的下影线，就是等于是股灾嘛。那么如果说前面几轮如果这样子划分下来的话，那么美股有可能在10月份，就是今年2024年的10月前后
会有一个巨幅的调整。这个是我们讲的是概率，不是100%哈，我们没有去预测哈，就是它什么时候，但我们要有一个预期，尝试去分析它，心里有个数。就是说美股有可能在第4季度，它肯定不是可丁可卯的哈，就在第4季度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跌。如果投资美股的就要小心。那大家讲说，那我们投什么？我觉得在美股市场当中要投跟中国经济高度相关的中概股。我依然是看好中国这个经济的启动，所以现在目前呢，黄金可以定投， A 股也可以满仓的，我们就等待，这是我的结论。